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密星球周五故事会。我先提出一个问题，在加密的世界里边，最稀缺的到底是什么？不是币，不是流量，不是技术，而是信任。而今天的这期的主角呢，是一个把信任研究到极致的人。他可能参与了比特币的思想源头，也提出了智能合约这个概念。但他做了一件最反常识的事儿，他选择了消失。我们都知道，加密的世界里边非常热闹 ，CZ 喊边币，马斯克喊狗狗币，各路的大佬抢麦克风、抢聚光灯，可只有他一个人，Nick 萨博偏偏退到了阴影里边。这个不是逃避，更像是一种对权力的克制。说白了，是那种最高难度的自我约束。今天呢，我们不讲八卦，也不讲神话，我想和你一块儿跟着一个普通的程序员 Tom。走进一件很小但非常震撼的事儿，然后呢，你会得到一套非常实用的判断框架，帮你来看清这个乱七八糟的加密世界里边哪些才是真正的制度创新，哪些只是换了个皮儿的权力游戏。核心呢，只有一句话：信任不是美德，是成本。听起来有点抽象，但没有关系，我们用一个现场来把它讲明白。我们还是从 Tom 开始。Tom 呢去参加了一个技术会议，他随便找了一个位置坐下，旁边是一个看起来很普通的中年人，安安静静的。然后呢，以太坊的创始人 Vitalik 走了进来。Tom 注意到一个细节， Vitalik 一眼看到旁边这个人的时候，明显愣了一下，随后呢做了一个几乎像是鞠躬的动作，那种发自内心的敬意。这个让 Tom 当场就懵了，这个人到底是谁？会后 Tom 才发现，上午坐在自己旁边的那个人就是 Nick 萨博， BitGo 的设计者，智能合约概念的提出者，也被无数人怀疑是传说当中的宗本聪。但更让 Tom 震撼的还不是这些头衔，而是你能看到那个的文章、观点、思想，但几乎找不到他的任何的私人的生活。为什么一个可以改变世界的人要把自己给藏起来呢？ Tom 开始疯狂地研究萨博的文章，然后呢，他发现了一些让他彻底困惑的东西。萨博不只是研究密码学，还研究法律史、经济学、人类学，甚至考古学。这个真的不像一个只会写代码的技术专家。更奇怪的是，当 Tom 读到了萨博在1997年写的一篇论文的时候，他发现了这样的一句话：人类文明的进步史就是一部信任成本的降低史。 Tom 愣住了，信任还有成本，什么是信任的成本？这个时候 Tom 才意识到，也许他对整个加密世界的理解从根本上，从根儿上就是错的。 Tom 决定从自己的生活开始理解这个概念。上个月呢，他在网上买了一台接近1万块钱的 MacBook 笔记本。一开始他也没觉得有什么，这个就是正常的网购。但他发现自己下意识了做了一堆的工作，先熬夜比价格、翻评论、查店铺的黑历史，下单的时候呢又顺手点击了运费险，看到了延保选项，自己呢还犹豫了半天，最后也花钱买了。然后 Tom 突然停下来想，我为什么要做这些？说白了，因为我在怕商家坑我，怕平台的扯皮，怕物流出问题，怕到手的不是正品，怕付款出差错。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原来整个的交易过程里边，他一直在支付信任成本。于是呢 Tom 算了一笔账，发现了一个让他震惊的事实：这台 MacBook 笔记本的标价是8999元，但它实际付出的成本还包括亚马逊平台的抽成，最后呢会转嫁到商品的价格里边。支付通道的成本，这个对个人是免费的，但商家要支付，相信最后也会转嫁到商品里边。运费险29块，防止快递出问题，延长保修699块。因为他不敢赌这台笔记本一定没有问题，加起来呢 Tom 为了放心这件事儿，额外多支付了接近1000块钱。而这个还只是看得见的成本，他熬夜比价的3个小时，反复确认的焦虑，这些精神上的信任税又值多少钱呢？ Tom 这才真正听懂了萨博的那句话：信任不是美德，
是成本。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网购需要这么复杂？而在菜场里边买菜，你看一眼菜，支付钱给商贩，交易完成，信任成本几乎为零。但在网上呢，你需要平台、支付系统、物流、保险、评价体系，一个庞大的信任机器。这台机器每天吞虐着巨额的资源。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这种信任相关的摩擦成本、法律费用、金融手续费、监管成本、保险费用，在现代经济中占有非常大的比例，甚至可能高达 GDP 的10%到20%。什么概念呢？中国2023年的 GDP 大约是126万亿的人民币，按照15%去计算，我们每年花在建立信任上的钱就有接近20万亿。这些钱本来可以用来建设更多的学校、医院，或者是发展更好的技术，但现在呢，他们都被用来做验证、保护、争夺各种交易了。Tom 继续深入的思考，发现了一个更可怕的问题：随着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这个成本还在不断的增加。想想现在的外卖平台，以前呢，你去店里边去吃，面对面，问题当场解决；现在呢，你在网上点餐，方便是方便，但你需要平台的担保、骑手的体系、评价的机制、赔付的规则、客服的仲裁。同时呢，你得相信看不见的那一部分，食材是否新鲜，有没有用地沟油，有没有用科技狠活。你不可能每次都去查，你只能把判断外包给平台和规则。便利是用一整套的机制换来的，而机制本身就是成本。所以你会发现，规模越大，链条越长，我们所依赖的这些信任机器，它们确实让生活更加方便，但代价是系统越来越重，成本越来越高，效率也越来越难继续提升。唯一提升的就是人越来越卷。那个的理论呢，是想用数学去消掉这部分的成本，但这里边有一个关键的问题，这真的可能吗？数学真的能代替人类的信任吗？Tom 发现，要回答这个问题，他必须先理解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我们现在所依赖的那些信任机器、法律系统、银行系统、政府系统，真的可靠吗？他们的成本真的值得吗？如果我们赖以生存的两大支柱，法律与国家信用，本身就建立在沙盒之上呢？Tom 想起了去年一个朋友的遭遇。这个朋友呢，开了一家小公司，和一个客户签了50万的合同。客户拿到货以后，找各种的理由拒绝付款。朋友去找律师咨询，律师说可以去打官司，但你得先准备至少20万元的律师费，1到2年的时间，而且胜诉了也不一定能拿得到钱。朋友算了一算，为了50万的货款，要先掏20万去打官司，还得耗费2年的时间。最后呢，还不确定能不能拿到这笔钱，这笔账划算吗？最后呢，朋友考虑到时间的成本，选择了认栽，50万就这么没了。汤姆突然意识到，对普通人来说，法律已经成了一种奢侈品。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法律本来是来保护公平的，但现在呢，谁的钱多，谁就更容易获得公平。在美国，每年花在法律服务上的费用超过了4000亿美元，相当于每个美国家庭每年要为此支付近3000美元。一个复杂的商业诉讼平均需要花费数百万美元，耗时2到5年。即使是简单的合同纠纷，也要几万美元和几个月的时间。而这个还只是看得见的直接成本，间接成本更加可怕。公司要养法务来规避风险，创业者要花钱搞合规、知识产权，个人呢，你要买各种的保险来防范责任，整个社会要维持一个庞大的司法机器在运转。更要命的是，法律系统还有几个结构性的缺陷。第一呢，不确定性，同样的案子，不同的法官可能判出完全不同的结果。就像德普和希尔德，英国的法官认定家暴指控大体成立，美国陪审团又认定诽谤成立，同一套故事，2套结论。第二，滞后性，法律的速度远远跟不上技术的速度。当 AI、区块链这些新的技术出现的时候，法律往往需要好几年的时间才能够跟得上。这段的空窗期，做事的人就只能在灰色的区域里边去慢慢的去试探。聪明一点的甚至会反过来
利用这个空窗期监管套利，包装概念疯狂的扩张。这个也是为什么在加密的世界里面暴雷来的又快又狠。Luna 的崩盘 ，FTX 的暴雷，当然呢原因不止一个，但法律和监管跟不上，绝对是非常重要的背景之一。第三是地域的限制，陈志的杀猪盘诈骗，骗子人在柬埔寨，受害者却分散在世界各地，中国、美国、澳洲、新西兰，哪里的人都有。这种事儿你怎么用法律去解决？你在本国报警，线索在境外，你想起诉，管辖权、证据链、跨境的协查全都是门槛，就算判了，执行又是一道坎。结果就是同一件坏事儿，因为跨了国境，维权成本直接爆炸。法律不是不想帮你，是它的作用半径在这里边天然受限。Tom 就开始反问自己，这么昂贵、这么复杂、这么不确定的系统，真的是处理简单纠纷的最优的解决方案吗？这个时候他想起了萨博的智能合约的理念，如果合约可以自动的执行，那会怎么样？还是那个朋友的例子，假如当时签的是智能合约，客户收货以后，资金自动的从客户的账户转到他朋友的账户，不需要信任，不需要法院，不需要律师。客户想要耍赖，对不起，代码说了算。当然呢，Tom 也知道这个不是万能的，复杂的商业纠纷涉及主观的判断的案件，智能合约处理不了。但对于那些事实清楚、条件明确的简单合约，为什么我们还要忍受这么昂贵的法律成本呢？Tom 还有一个更深的困惑，就算法律有问题，至少政府是可靠的吧？至少国家的信用是稳定的吧？然后他开始查资料，发现了一些令人震撼的事实。过去的100年里边，有多少个国家的货币彻底消失了呢？苏联的卢布、南斯拉夫的蒂纳尔、德国魏玛的马克、津巴布韦元，那些持有这些货币的人一夜之间财富归零了。更可怕的是，即使是存活下来的货币，购买力也在疯狂的缩水。1913年的$1相当于今天的大约32到33美元，也就是说，美元在110年的时间里边贬值了97%。再看看过去的这20年美元的购买力呢，你会发现已经被腰斩了，而美元已经是世界上最稳定的货币之一了。想想委内瑞拉或者是阿根廷，通胀几千倍、上万倍，普通人如果你拥有这些货币，一夜翻篇。类似的情况在一些新兴的市场里边反复上演。Tom 这才开始明白萨博为什么对国家信用这么敏感，因为国家信用说到底是什么呢？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的承诺，而政治承诺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可以被改、被推翻、被重新的解释。政府换届了，政策变了，承诺就会跟着变。更要命的是，当国家遇到危机的时候，违背承诺往往还是最合理的选择。战争来了，印钞筹军费；经济危机，货币贬值刺激出口；债务太多，用通胀来稀释债务。每一次看似为了大局的操作，都是对普通的老百姓财富的一次掠夺。Tom 想起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后的量化宽松 QE， 各国央行开始疯狂的印钞，这些新钞首先流向了金融市场，结果呢，股价涨了，房价涨了，有资产的人更加富有了，没有资产的普通人呢，发现自己的工资越来越不值钱了，食物越来越贵了。这个就是典型的坎特隆效应。新的钞票总是先到某些人的手里，后到另外一些人的手里，最后再到普通民众手里。先拿到钱的人赚了，后拿到的人亏了，这个难道公平吗？也就在这一刻， Tom 突然理解了比特币为什么要把总量锁死在2100万枚。这个不是随便拍脑袋的一个数字，这是一种制度的态度，对印钞权力的终极的约束。当政府可以随意的增发货币的时候，这种货币还能叫可信的吗？当央行可以通过利率来影响资产价格的时候，市场还能算自由的吗？萨博的答案非常简单，既然政治承诺不可靠，那就用数学来承诺；既然人会犯错会腐败，那就让规则由代码来执行；既然权力总会被滥用，那就把权力给它拆开分散，互相制衡。Tom 开始研究比特币，结果呢，很快又遇到一个尴尬的现实。
比特币明明说自己是去中心化的，但算力怎么又会集中在几个大的矿池手里边？智能合约明明说自动执行，可为什么还是会发生被盗的这种事故 ？DeFi 明明说去中心化的金融，可为什么跑路的项目一个又接着一个？汤姆越看越困惑，他回去重新再翻看萨博的文章，终于看到一句话，这句话呢像钉子一样钉在了他的脑子里边。技术可以降低权力的成本，但不能消灭权力的本身。汤姆一开始还有点失望，但下一秒他立刻反应过来了，这个恰恰是萨博最可怕的地方，他太清醒了。技术再牛也逃不过人性对权力的追逐，真正的制度设计必须把这一点给算进去。所以你先把那句 Web3 会消灭一切中介放在一边，萨博从来就没有承诺过一个没有权力的世界，他要的是更现实的目标，重新分配权力，让权力更加分散，让作恶更难更贵。拿比特币来举一个例子，它不是消灭了货币的权利，而是把一部分的权利从央行那种单点的中心拆成了多个角色之间的博弈，矿工、开发者、交易所、钱包的服务商、持币者。这个更像什么呢？从一个国家的国王变成了多个帮主，多个势力彼此牵制。这个算完美吗？当然不算。但萨博会说算进步，因为制衡多了，任意作恶的成本它就上去了。汤姆也慢慢理解了萨博的制度工程师的思维，他不是革命家，不想推翻一切，他是工程师，他想做的是把系统设计的更加抗折腾。什么叫做更好？不是完美，不是乌托邦，而是多一点制衡，多一点边界，多一点选择。所以智能合约不是要消灭法律，而是让条件明确的部分自动执行。加密货币不是要摧毁银行，而是给用户多一个选项。去中心化不是要消灭政府，而是把政府的权力关进更多制度的笼子。这个就好像给汽车装安全带和安全气囊，不是为了杜绝车祸，你也根本杜绝不了车祸，而是为了让车祸不至于致命。萨博做的也是这种事情，不是承诺一个不会出事的世界，而是让出事的代价会更低，让滥用权力更难，让协作摩擦更小。这种实用的主义在今天的加密世界里边非常稀缺。当所有人都在喊颠覆一切的时候，萨博只问了一句话：什么该颠覆，什么不该颠覆。当所有人都在卖完美解决方案的时候，他反而承认技术有边界，现实很复杂。Tom 呢又想起了那次会议上的另外的一个细节，台上每个人都在努力地展示自己，只有萨博安静地坐在某一个角落里边。别人抢话语权，他沉默；别人拼个人的 IP， 他隐身。为什么呢？ Tom 慢慢地开始明白，这个不是性格的问题，是世界观。你今天看到的加密世界，哪个创始人不想当最大的 IP？ 哪个大佬不想做精神领袖？ CZ 跑会议，马斯克发推文，威神到处布道，大家都想站在聚光灯底下，只有萨博反着来。这种反差呢，让汤姆想到一句话：最好的权利是放弃权利。他突然理解了萨博隐身的逻辑。如果你真相信去中心化，那你首先要避免的是自己变成那个中心。想象一下，萨博要是成为了公众人物会怎么样呢？媒体会封他为比特币的教父，监管呢也会盯上他，投资者会把他的话当成信号，甚至学术界可能因为他的权威而偷懒，到最后他会变成系统的一个单点，本该去中心化的网络反而重新围着他来转。这个不是他想要的，所以呢，他选择了一种特殊的隐身，不是逃避，而是实践。他继续写作，继续思考，继续影响世界，但尽量不让影响力集中到他这个人的身上。某种意义上，他把自己活成了去中心化的示范。这个对我们普通人也很有启发。真正的长期主义不是打造一个离不开你的 IP， 而是做一个你离开了也能够运转的系统。做搭台的人，而不是永远站在台上的那个人。让思想比思想家更加重要，让系统比创造者更加重要。当 Tom 把这些线索全部串起来的时候，他终于明白了，萨博不是在发明某个技术工具，不是在制造某个投资的机会，甚至不只是在研究加密货币。
他真正想回答的是一个关于文明进步的根本性的问题：怎么让陌生人之间以更低的成本互相协作？汤姆脑子里边浮现了一个画面：你要和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做一笔上百万块钱的金融交易，你敢不是因为对方有多讲信用，而是因为规则写死了，数学在替你验算；不是因为相信法院来得及帮你，而是因为合约自己会执行；不是因为银行替你担保，而是因为网络自己能够验证。这种低摩擦、高确定性的协作方式，才是萨博真正想点燃的火。萨博看到的是传统的信任机制靠权力、靠权威、靠制度，已经越来越沉重，越来越贵。继续走下去呢，信任成本只会不断上升，协作效率反而会越来越难提升。所以呢，他提出了另外一条路，把一部分的信任换成可以验证的规则、数学、密码学、算法。但这个不是要把传统的制度完全推翻，它更像是给人类多了另外一套的工具，在合适的场景里边用更便宜、更清晰的方式完成协作。这个就像电灯没有消灭蜡烛，但让大多数的照明更加高效；汽车呢，没有消灭马车，但让大多数的出行变得更快、更稳。萨博设想的未来也很克制、简单、标准化的协作，用算法和规则来跑。复杂需要判断的协作仍然交给传统的制度。这种分工的结果就是整体的信任成本下降，协作效率上升，权力更加分散，选择呢也会更多。这个就是他的终极愿景，一个更低摩擦、更少滥用、更能释放人类创造力的世界。当 Tom 理解了这一切以后呢，他又想起了那次会议上的最后一个细节。当所有人都在为Vitalik演讲鼓掌的时候，萨博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然后起身离开了。没有寒暄，没有合影，没有交换联系的方式。这个就像他好像从来没有来过一样。现在汤姆终于懂了，萨博的沉默比很多的演讲更加有内容。这里面有对边界的清醒，对代价的敏感，也有对现实复杂性的尊重。今天的这期呢，我们讲的其实就是那个萨博的终极身份，一个试图重新定义信任的制度工程师。3期合在一起是一套完整的框架。第1期为什么去中心化？因为权力集中会带来脆弱性。第2期边界在哪里？技术有局限，制度也有价值。第3期怎么重建信任，降低成本，增加选择，保持制衡。在结束前呢，想送你一个非常实用的萨博3问。下次呢，当你看任何加密的项目的时候，先别问能不能涨，价格能不能涨，先问这3个问题。第一呢，它降低了谁的信任成本？第二，它把权力从谁的手里转移到了谁的手里？第三，它的新的规则真的比旧的更加抗脆弱性吗？如果这3个问题回答得很清楚，那它可能有真的东西；如果答得非常含糊，大概率只是换皮的老权力的游戏。那个萨博从没有想过当领袖，但他给了我们一张地图，在技术狂热和概念炒作的世界里边，能够帮你保持清醒，看见本质。如果你身边也有人对 Web3 好奇或者是误解，欢迎你把这期发给他。我们不是在崇拜某一个偶像，而在传递一套思考的工具。这里是加密星球，感谢你陪我走完那个萨博的这3部曲。真正的制度创新不是推翻一切重来，而是在现实的世界里边设计更好的选择。如果你喜欢这类的深度内容，请点赞并订阅频道，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治社，入口就在万万频道的主页。我们下期视频再见，谢谢，再见。